飞机在3000米高空解体，91位乘客罹难，唯一生还的是个17岁少女，她凭什么呢？1971年12月24号，圣诞节的前一天，秘鲁兰萨508号航班冲入乌云，机舱内行李开始往下掉，人被甩来甩去。17岁的少女 Juliana Kapker 望着窗外，坐在她身边的母亲冷静地说：“这下完蛋了。”飞机外面雷电交加，一道闪电劈中机翼，很快飞机在空中无声断裂。Juliana 连人带椅被甩出机舱，四周没有尖叫，只有3000米高空冰冷孤寂的风。他看着云层在眼前飞速倒退，而自己正摔向黑沉沉的地球。如果说有什么比死亡更恐怖，那就是意识清醒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坠入深渊。第二天 Juliana 在泥泞中醒来，耳朵嗡嗡作响，头痛欲裂，睁眼只见朦胧的树顶闪着绿色光斑。由于是高空坠落，巨大的气压差导致他眼球的毛细血管爆裂，双眼充血，视线模糊，眼镜儿也不知飞哪去了。他想起今天是圣诞节，昨天自己和妈妈要飞去跟爸爸团聚，欢度圣诞。可现在妈妈在哪儿呢？我要找妈妈。他们的航班从秘鲁的首都利马出发到布加拉巴，飞机在离终点15分钟时出事儿。那么自己应该是在秘鲁以东亚马逊的雨林中，是原始森林，毒虫很多。他检查了伤情，锁骨断裂，左腿被划开了一道深口子，右手臂也被割伤，能看见肌肉。如此天崩地裂的情况下，他没有崩溃。他父母都是德国籍生物学家，在秘鲁丛林的生物研究站工作，从小就教过他丛林的生存法则。发生灾难时，眼泪是最昂贵的浪费，迷路时永远顺着水流走，才会找到人。茂密的绿色迷宫中，尤利安娜一边走一边呼喊妈妈的名字，可只听到鸟雀的讥笑。这让她明白，在亚马逊只有活下去才有资格悲伤。突然头顶传来直升飞机轰鸣，她赶紧冲空中挥手大喊，可树冠太茂密，飞机根本看不到她，看来只能自救了。根据日出方向，他判断出东南西北，没找到妈妈，却找到一包糖果，吃了几颗，恢复一点体力，避免兜圈。他在几棵大树上做了标记，走了一段时间后，听到流水声，循声找到了一条小溪。喝够水后，他沿着小溪向前走，白天强撑着赶路，晚上蜷缩在小溪边休息。丛林里特别炎热潮湿，到处散发着发霉腐烂的味道，身边潜伏着各种毒虫、毒蛇、嗜血猛兽、食人鳄鱼等等，每走一步都要很小心，还得忍受蚊虫的叮咬，手臂伤口暴露在外，开始感染化脓。他知道要加快脚步了，必须赶在伤势恶化前及时就医。他没力气找食物，只能见到棕榈树就抠中间的嫩芯吃，看到有野果，但认不清有毒没毒，不敢吃，饿到快虚脱时才吃2颗糖果。他用理性控制住自己的身心，在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里熬过了头3天。第4天，蛆在手臂伤口里翻跟斗，钻心的疼。尤利安娜伸手去抠，可抠不出来，太深了。突然，她看到秃鹫在盘旋，跟过去，发现他们在啃食腐尸，是几名开始腐烂的乘客。
他们头朝下撞入地面。小姑娘鼓足勇气，用棍子拨开腐尸上的土，看到脚趾头上有指甲油，她松了口气。妈妈从来不抹指甲油。她开始疯狂自责，后悔莫及。母女俩本来应该坐12月23号晚上的航班，但偏偏她高中毕业典礼的舞会是在23号的晚上举行。母亲为满足女儿的心愿，才把机票改签到24号，赶上了这场空难。有时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，不可逆转。第10天，尤利安娜沿小溪走到了入河口，小心避开水里的食人鱼和鳄鱼。看到河边停着一艘小船，有船就有人，他一阵激动，四处张望，看到一条小路，顺着小路走去，又看到棕榈叶盖顶的小屋。这时他手臂伤口上肥蛆在肉里翻滚，痛得要命，脑袋要炸开，举步维艰。他拖着沉重的身子走进小屋，发现屋里有个发动机，还有汽油。他抄起汽油，毫不留情地浇进自己血肉模糊的伤口，强忍着烧灼的疼痛，从伤口里揪出了35条扭动的蛆虫。他记得父亲曾用煤油给家里的狗狗处理过长蛆的伤口。第11天，当本地3位伐木工人进屋看到他时，还以为见鬼了。这女的煞白皮肤，挂着泥浆，双眼血红，浑身恶臭。尤利安娜赶紧用流利的西班牙语说：“我是508号航班的幸存者。”她没有哭天抹泪的求救，极其淡定。这极致的体面，真是文明对决荒蛮的胜利。尤利安娜得救了，见到了爸爸，帮忙确认了飞机坠毁的地点，找回了其他乘客的遗体。她是唯一的幸存者。航班共有92人，15人坠机后没有马上死亡。尤利安娜的母亲 Maria 也在其中，只可惜受了重伤，动不了，一直忍痛挨饿，好几天后才油尽灯枯。妈妈因自己换了航班，才赶上空难去世，这令尤利安娜抱憾终生。总结尤利安娜从3000米高空坠落得以生存有3点。第一，她被安全带捆在座椅上，座椅像是护盾，而风暴向上的气流起了一定的缓冲作用，她像花瓣一样螺旋下落，又正好落在雨林巨大的洒盖上，顺着爬藤滑到地上，没有摔成重伤。第二，家学渊源，父母让她从小接触大自然和科学，学以致用。第三，他内心的强大与冷静。第一、第二是客观条件，但从零自救就完全靠个人了。勇气、能力和意志是改变他命运的根本，对自己狠得下心的理智才是他走出地狱的门票。所以哪怕天崩地裂，我们一定要冷静地应对，不要放弃一丁点的希望和可能。与您共勉，感谢支持。Life is good. Enjoy.